好，大家晚上好，开始今天的直播。直播之前先让我去做一点点准备工作，先去发个推啥的，稍后。上周五是没有直播啊，因为去上海晃了一圈儿，去看了一下儿这个犹太人纪念馆，以及呢，也看了一下儿这个听了一耳朵人家这个石国鹏老师的讲座啊，所以这个停更了几天。但是我发现这个停更实在是有点儿，太伤了啊，这个。但是他应该是自己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 YouTube 自己的数据有一些问题。啊，其实，没有直接降到零啊，还是在逐渐恢复过程中。就是你只要是开始更新，它就会慢慢的恢复收入。但是呢，从YouTube 这个角度上来说，肯定还是他不希望你去停更嘛。好，我们来把这个字放的稍微的大一点。好嘞，有人抢到沙发啦，这个下午就有人抢了，买了特斯拉啊。请范总聊聊特斯拉最近的利空。哎，这个特斯拉，我觉得咱们还是等吧。你想，油价降了，那特斯拉肯定是利空啊，这玩意儿还用想吗？对吧？对吧？马杜罗都拎回来了，世界上最大的储油国总统拎回来了，这玩意儿对于卖电车的来说，不能说天塌了吧？这个肯定也还是有一些影响的吧。建议让特斯拉与小米怼一下啊，这个看看究竟哪个皮实。这个可能还真的是小米皮实啊，这个没什么好说的。呃，原因是这样的，就是特斯拉呢属于人家算的是巧劲儿，就是每一样东西呢我都做的刚刚好啊，不多不少就可以了。而这个小米呢玩的是这个比较笨的方法，就是他就把料堆足完事儿。沙发啊，欢迎。特斯拉要利空了吗？啊，这个因为特斯拉是这样，就是好像最近的股票又开始稍微的波动啊，不能叫利空。晚上好啊，晚上好。看看这一周的评论在哪里啊？因为少更了三四天吧，少更了三四条节目，所以评论也没有那么多啊。咱们快速的把它过完。第一条，美塔收购 Manus。啊，有人说了，说看来美塔将是这轮 AI 优胜劣汰里第一个确认被淘汰的企业，千万别这么想啊！啊，千万不要这么想。你像原来，微软没赶上移动互联网的时候，大家也都觉得它完了。但是呢，它只要守住基本盘，对吧？你别瞎折腾，就没事儿啊。微软这不是又起来了吗？虽然现在看的微软好像也没有彻底起来，对吧？还是很废的一个状态。因为它的模型不是自己的嘛，所以它现在微软的 Copilot 什么的，包括 Office，现在用的人呢也没有那么多，对吧？就还是有很多人用了，但是并没有真的像微软自己所期望的那样啊，有一个很大的这种提升，是吧？这就是微软现在遇到的问题嘛。美塔呢也是这样，只要你是用户别丢了啊，大家还在用 Facebook、用 Instagram 啊，你的这个广告收入还在继续涨，它就不会有大的问题。你想想苹果，对吧？到现在啥也没干，最后也没有谁说苹果就要完了啊，所以不要就觉得这个美塔这个拉玛作废了，然后杨乐坤跑了就废了啊，不能这么想这事儿。生意的本质还是要做交易，要盈利。然后啊，是这个看到评论美塔收购 Manus 的很多说法，说小扎被忽悠了，就像百度收购911助手一样，最后是一地鸡毛。还有说1年 Manus 以后啊，这个肯定会默默无闻的，这些说法靠谱吗？首先说这个百度收购911这事儿啊，这个事儿我还真是知道一些。
对吧？那个是当年最大的互联网收购案，真大。就是以前在国内互联网是没有这样的收购案的。百度收购91呢，算是一个，第一个呢叫战略判断失误啊，就是，他认为呢这种就是刷机的方式，因为91实际上是做刷机嘛，啊，应该是未来的一个大方向，对吧？他呢希望去抢占移动的端口。另外一个呢，就是百度自己内部的这种，实际上是管理已经完全的失效了啊。就是百度内部，你说我想集中力量干一些什么事情，对吧？想大家相互配合，已经完全没有能力了。因为百度是所有的互联网大厂里头第一个陷入这个派系斗争啊，完全无法自拔的一个企业。就是在那个时候，它就已经完完全全是这个陷到派系斗争里去了。所以你在这样的一个企业里头，你收购什么也不可能成功啊。那么现在呢，美塔是不是已经变成这样？咱们不知道啊。因为美塔呢，至少扎克伯格还在这儿说，那我指挥得动这些人嘛，就是说想开谁开谁，对吧？想把哪个业务砍掉，他还能砍得动，他不像百度似的，内部已经那个弄成一锅粥了。啊，至于说小扎是不是被忽悠了呢？这个不知道啊，这个他肯定是说觉得划算才能去做这件事儿，因为那个视频我们也讲了嘛，小扎的习惯就是花大钱啊，直接砸这个可用的东西出来，对吧？那么现在他觉得这个东西对于他来有用就可以了，而且呢，这个20亿美金对于小扎来说呢，基本上也相当于没有啊，这个。你像小扎这样的体量的，你比如说现在花了200亿美元去买东西啊，那可能真的是伤筋动骨的事情。对于20亿美元来说的话，咱们从国内来看是好大一笔钱啊，但是对于美塔、对于扎克伯格来说，那屁也不是。至于说1年以后 Meta 会不会默默无闻呢？只能等着看了啊，这个不好说。其实呢，像很多大厂，包括谷歌啊，像那个美塔，他们买了很多产品以后呢，会把这个产品融到自己的产品线里去。那么融进去了呢，也就没什么响动了啊。所以没法说，到底会不会默默无闻，或者默默无闻，这个案子是不是就买亏了？这个事儿是不能这么讲的。还有人说啊，这个 AI 变现最现实的商业模式不是 to B to C，也不是 to G，而是 to M 啊。趁 Meta 还有买啊，卖给 Meta，好吧？这个事儿呢是这样啊，就是像我们以前做投资的时候也是如此啊，就是腾讯啊、字节呀、百度啊，这个都属于是在当时互联网圈子里头比较喜欢下手买东西的这个公司，他们也喜欢也愿意投啊，也愿意买。这个其实是很正常的，包括像美塔呀、这个谷歌呀，还有像那个英伟达呀什么的，其实都会去买东西啊，这个不会有任何问题。任何的行业的创业呢都是如此的啊，就是这个中间我卖给巨头啊，它也算是一种这个比较皆大欢喜的退出方式，对吧？卖给巨头了啊，和上市到底哪个更好，哪个更不好？其实对于投资人来说都差不太多，投资人有时候还更希望你卖给巨头，因为上市很麻烦，而且在国内上市或者在香港上市完了以后还有锁定期。虽然上市呢估值会高啊，这杠杆会高一些，但是呢这个后边等着你的麻烦很多。而卖给巨头的话就特别省事儿，价格虽然低一点，但是马上套现，对吧？所有钱都拿到手，就算是巨头说我现在没法给你钱，我给你股票，对吧？但是人家那是流通股啊，你拿了就可以卖啊，对吧？所以这个看怎么去说这个事儿啊。好，继续啊，这个呃，择日不如撞日什么意思？我们每周三都有直播呀。被 YouTube 催更嘛，YouTube 送钱给你，你都不想要。谷歌是不是这个意思？没有啊，这个我就属于被 YouTube 标了这个绝望指数啊，绝望指数很高的这种人啊，或者说是叫日更用户吧。像我们这种人的节目的话，只要你不更新，基本上就没有流量，对吧？这个像我的内容的话，大概是48小时以后，就是上传48小时以后，基本上就没有流量了啊，一直是如此。所以呢。就是如果有那么3、4天不更新的话，它的流量就会掉得非常非常低，啊，这个
其实我问了其他的一些这种比较喜欢日更的朋友啊，大概都是如此，就是节目上线48小时。当然，也有些人说我就是月更啊，就是这个周更啊。那么，YouTube 可能会给他们打其他的标签啊，让他们会这个慢慢的来释放这个流量。老范读评论的时间范围跨度多长啊？当前一周的嘛，是的啊。我呢一般是每周三下午可能3点多吧，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时间啊，开始去看这一周的评论啊。我一般会这个翻一翻这个6、7天之前的评论啊，6、7天之前的评论，然后就一条一条的去回复也好，或者是其实我现在回复的少了啊，就是主要是摘其中有意思的就把它拎出来，就开始去评论啊，开始来读，然后呢。在最后的这个，比如说是今天，可能到5点多啊，我要结束这个评论整理的时候，我会把最后的5、6条评论都回复一遍，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给自己做一标记啊。你如果我发现，哎，这个有连续5、6条评论都被我回复过的，那就是上一个周啊，这个整理评论结束的地方，大概就是这么个活儿啊，就是这么个活儿。所以呢，就是我把一周的评论啊，在这个整个整理完了以后呢，这一周来去念。其实利空啊，利好利空啊，也不完全看被财报和消息主导啊，还要看纳斯达克和纽交所做市商的这个情况啊。纳斯达克有做市商，纽交所你是直接可以去交易的啊。如果他们不提供较好的流动性，也不会大涨。这个做市商人家也要挣钱啊，一般不会跟你过不去的。意思是才意识到今天是星期三，好吧？那么以后要记住啊，上个闹表。好，我们继续。上周读评啊，有人说了，说这个其实说热点故事是筛选出来的，并不太准确，不如说是涌现出来的。这玩意儿我们把它当做寒武纪的阿波隆大爆发，可能更形象一些。上海明天开始降温，老范别穿太少了。啊，这个事儿呢是这样啊，就是我为什么说这个热点故事是被筛选出来的呢？就是首先呢，它有几套筛选机制。第一个是人性筛选机制啊，就是这个我们看到一个信息了以后会快速的把它看完，还是说看一眼就离开了，还是说看完了以后我们要点个赞，要评论一下，要转发一下。这个呢就是属于是人肉筛选。剩下的呢就是推荐算法。推荐算法呢是把人肉筛选的结果观察了以后进行这种叫做什么呢？进行这个我想想应该怎么说呢？进行放大啊，就是他把这个人喜欢看的东西呢，这个让更多的人看啊，测试了以后发现更多的人也喜欢看，再一圈一圈扩下去。所以呢，我一直在讲说这个东西是筛选出来的。涌现呢，其实也只是用词不同了。这个，我之所以讲筛选，是因为它有2个筛选过程啊，就是人肉筛选和这个叫做推荐算法筛选啊，或者叫推荐算法放大吧。啊，通过这2个步骤以后呢，就形成了新的热点。至于上海的话，我已经回来了啊，上海确实赶上比较冷的天气啊。我到上海那天呢，还挺暖和的，1月1号到的上海，非常暖和。然后呢，就把这个羽绒服里它那里子拆了，光穿一皮儿就出门了。到第二天1月2号呢，这个跑去犹太人纪念馆啊，上海有一个犹太人纪念馆，啊，那个就给我冻坏了啊，特别特别冷啊。到1月3号，赶快再把那里子穿上了啊，大概就是这样了啊。好在是没有感冒。在上海这个犹太人纪念馆参观以及听这个石国鹏讲座的这个过程的话，等我看看回头是不是录一期节目吧。啊，但是这个节目可能就不行，放会员吧，这个就别放在这个什么里了啊，就别放在公众频道里了。因为我到上海，我打车去这个犹太人纪念馆，人家说：“哎呀，这个你怎么去那儿呢？对吧？说这个你不知道现在所有人都很讨厌犹太人吗？”这就没法讲了啊。就不要跟大家去这个发生什么争议和冲突了啊，这个大概就是这意思。
继续啊，这个说配眼镜确实在美国贵啊，配眼镜确实比美国贵。说我在 Costco 这个配大概是$100啊，在无良才配也是，美国网上配也是这价，全球统一大市场了啊。这个我觉得呢，$100相当于是700多人民币嘛。啊，您真的不知道国内配眼镜是什么价格啊？这个你觉得配眼镜在美国便宜，中国贵是吧？中国呢，你配眼镜有那个几千上万的，对吧？这个没问题，你在美国也有啊，在台湾也有，都有。但是呢，你在中国你要想配这个便宜眼镜呢，100-200人民币你也能配出来，对吧？所以你不要觉得$100配一副眼镜好便宜这个事儿，这真是没见过世面啊。好，我们继续。这个看过了啊，这个怎么看雷军拆车和小米公关被罚啊？这个事儿呢，怎么说呢？我觉得雷军有一点说的让我觉得，怎么不应该是他这个段位的人的思考吧？他一开始说我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不回复呢？觉得产品好，产品自己会说话，对吧？后来发现越黑越惨了啊，然后只能出来拆车。这件事儿呢，这个作为这么大的老板，有这样的认知，我觉得还是稍微的差了一点。因为那些人骂小米是为了流量，不会因为你的产品好，大家就很善良的说，就愿意去夸你，不会有这种事儿，对吧？啊，所以早早的应该想清楚，要么花钱啊，要么给内容。啊，你如果既不花钱也不给内容，准备靠这个产品自己说话的话，那可能需要等个5年10年啊，这个没有办法。因为什么呢？就好多人啊，你去骂完小米以后呢，就真的是这个，比如说搞流量的人啊，或者说是这种呃网络公关吧，啊或者黑公关、黑水军呢，他们是为了钱，对吧？你说你为了钱你去骂谁，我都不觉得有什么问题。但是呢，也有很多呢智商不够的人呢，他就被洗脑了啊，他就认为骂小米是对的，对吧？小米所有东西都很烂啊，只要是说小米就一定是傻叉，他有这种人。那这些人呢，实际上被洗脑了以后呢，他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个傻瓜，他没办法，这只能是顺着这条筋往前走。我就要说小米是坏的，对吧？只要是说小米好的人都是傻瓜，他们就有这样的思路。那这个就没办法，实际上是完完全全雷军自己造成的。拆车呢，也就只有他敢拆啊！你要上，我估计长城可能敢拆，像这个问界呀，什么这个几个界，就是华为造的这些车，没有一个敢拆的，比亚迪更不敢拆，对吧？那他就想说，我靠这样的一个方式，我敢拆啊，你们自己看着办啊！我拆完了以后呢，看看能不能扭转一些。这种事儿呢，就是有些人可能会扭转啊，东西做的挺着实的啊，我们认了。但是这些人呢，就属于还保持一点点理性的人啊。但是大部分人被洗完脑了以后说不行啊，只要谁敢说的不好，说这个雷军好啊，说小米好，我们都不能接受。为什么？因为他不能承认自己是傻瓜啊，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至于小米公关呢被罚这个事儿呢，这个其实挺奇葩的啊。因为什么呢？他找了个米黑啊，就那个人叫万能的大熊，那哥们儿是一个米黑啊，就每天出来骂小米，每天出来骂小米。这个正常的找这个公关合作就是这么个合作法，就谁黑我呢，我就给他点钱，你别黑我了就完了呗。结果呢，到小米这儿呢，就有其他的网红啊，就把这个协议给暴露出来了，说你看啊，这个人骂小米骂的这么惨，你还给他钱，对吧？这个粉丝就不干了，他每天把这个诅咒小米全家的诅咒小米粉丝全家死光光的这种人，你居然敢给他钱啊？其实所有的公关都是这么干的。但是小米就没法整啊，说那我们就不这么干，对吧？把这个跟他联系的人直接开了啊，这个所有监督不力的高管，然后罚钱啊，搞了这么个事儿。这个怎么说呢？也算是特立独行吧。就这个事儿确实有点特立独行啊，因为通常都是谁骂我，我给谁钱。很多的网黑也是这么活的啊，只要是你给我钱，我就不骂你啊；你不给我钱呢，我也不夸你啊。就是你给我钱，我也不夸你啊；不给我钱，我就骂你。他是这样的一个工作方式。这个因为我以前在盛大的时候，我们干过一次这种事儿啊，就是当时做电子书，然后呢，这个有一个人就上来说，那个你要给我钱啊，你给我钱我就不骂你啊。后来我说那给你钱你夸我吗？我也不夸。他说你看我们的评论从来不夸任何人
为什么呢？其实也很简单，就是他们呢老觉得是这个我只要骂人啊，大家就会觉得我比较公正，对吧？因为人嘛有受迫害妄想症嘛，你只要是骂了人了啊，他就觉得你没有收钱，你是公正的。实际上他还不知道这个骂人的人才收钱呢，对吧？然后呢，这个后来我们就没给啊，就是说你如果这个给了钱你不夸我，这事儿不行啊，就没给他钱。最后他给我们做完评测了以后啊，把当时市面上的所有的电子书都评测了，评测完了以后放了一照片啊，只有盛大的电子书上呢写了一个没电了请充电啊，就是因为就是电子书啊，你没电了以后会有一个充电界面，其他的电子书呢都是好好的在那展示这个各种功能，这照片就给你放出来了，就那意思就是你没给我钱呗，我就一定要这么收拾你一下。但是呢，有很多人他就真的是脑子就在这儿了啊，就觉得哎呀，有人骂人了啊，这个人一定是社会良心啊，一定是这个什么的，然后就这个自己就信了啊，这个就没办法，认知如此，屌丝永远是大多数。感觉最近几周 YouTube 的推荐算法变化比较大啊，这个新频道内容刷出来比较多，也有可能很多人就是在这最近几周上这个 YouTube 了吧，这个也很正常。中国和美国的商品价格是汇率差，美国多少钱，中国也多少钱啊，但货币单位不一样。来了点赞啊，这个其实真别这么想啊，这个你如果是美国啊，$100怎么样，你在美国，你比如说你挣多少钱，你可能也就挣个几千美金，或者说挣个上万美金也就算多的了。但是在中国呢，其实还是挣的要更多一些吧，就是从人民币的一个数字上来说，对吧？所以呢，别老想着说啊，中国是这个吃1块钱的东西，到美国吃$1，中国1块钱的东西在美国$1你还买不回来呢，好多，对吧？所以这个不要这个脑子一秃噜就开始直接来啊。老范过2天出一期，黄仁勋又在 CES 上吹牛了，物理 AI 感觉是黔驴技穷，这个也没必要了。CES 上有很多内容啊，就最近其实很多内容，但是我觉得马斯克最近那个2个半小时的访谈可能还值得说一说。黄仁勋这个其实真没什么好说的，就是我又做了更大的机器、更贵的机器，然后更省电，然后这个更快，其实没什么别的，对吧？这个我觉得最近可能马斯克的可以说一说，然后李飞飞准备干掉 Unity 什么可以说一说，其他的还。反正黄仁勋这个吧，没有引起我什么兴趣啊，包括像苏姿丰的也没有引起我什么兴趣。关于这些无脑车黑啊，真是太没边界感了。人家花几十万买自己喜欢的车，用真金白银投票，傻子的概率比这个买不起车的键盘侠低多了。但是这个事儿呢，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如果你是故意黑这个车的话，倒也没什么别的，对吧？人家挣钱嘛，对吧？这个挣钱不丢人啊，最多就是底线低了点但是有些人呢，说本身也买不起车，然后看人家这个买了车以后呢，在那儿黑，啊，跟着在那儿这个狂欢啊，这个就真的是按照中国我党的说法叫无知群众，对吧？无知群众被这个骗了啊，那怎么办呢？也就如此了。那你最后还要替他去说，哎，你怎么无知群众呢？我们要拯救你，拯救谁呀？上海线下活动怎么样啊？挺好的啊，有23、24个人吧，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因为总共就用了2天报名啊，1月1号的晚上才把报名链接放出来，然后到2号、3号2天报名，然后呢，这个实际上3号晚上就把这个活动做掉了嘛。20多个人还是感觉相当，就上海的网友们还是非常非常给力的啊，还有从无锡跑过来的啊，这个还是非常非常强的。然后现场呢，怎么说呢？就是我的节目一般是这样，就是公众节目啊，一般我会放时事热点啊，或者说我关注的热点。然后呢，会员节目呢，一般放的是这个不适合在公众放的东西，就是有时候骂个人啊，这个政治不太正确的东西啊，或者说一些这个八卦呀，对吧？还有的呢，就是有一些不太有人爱看的这些课程啊，一般我会放会员。而线下活动呢，我一般会去讲一些就是我自己的个人感受，对吧？这个反正都不一样啊，而且线下节目的内容呢是永远不会在线上去放的，啊，因为人家花钱买票了嘛，199一个人嘛，
啊，这个也得让人觉得这个物有所值，能把这钱挣回来啊，一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大家呢还是觉得蛮开心的啊，因为当时我也跟他们讲了，我说你看，咱们线下见面了啊，钱你们都交了，反正咱们就跟德云社一样啊，这个绝不退票，对吧？所以这个我就完全放飞自我去讲我自己想讲的东西，对吧？我当时讲了一个主题叫做 AI 时代，这个人的欲望才是啊推动力吧，大概讲了这样的一个主题。我呢讲了1个小时，然后跟现场的这个这个不叫观众了，就是现场的朋友们吧，互动了大概1个半小时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收到的钱呢，大概有1/3、1/4左右吧，是现场买了咖啡，买了这个水果，买了这些点心啊，大家把它造肚里了。然后呢，有这个1/3左右的钱呢，现场发红包了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惯例啊。剩下的钱呢，呃，将平衡了我的这个差旅费啊，就是来回坐高铁再住酒店啊，大概花了我2000多块钱吧，可能加上打车的钱大概有2000几2400-500啊，大概这种情况啊。然后呢，基本上算是剩下的钱呢，跟我的这个差旅费是平的。啊，但是如果算上这些天这个断更损失的钱呢，那肯定就亏了啊。但是我还是很喜欢这个到线下跟大家在一起坐在一个屋子里聊天的这个感觉的，啊，这个毕竟见到真人了嘛，沾一沾人气还是非常非常棒的。以后的话应该还会有这种活动了，但是这个看吧，下一次比如说组织这个在广州或者深圳再整一次啊，包括看看成都有没有啊，这个叫做其他的，比如西安啊，或者是杭州啊这些地方有没有啊，我们就再接着去办去。CES 好像越来越搞得跟消费电子是对，这你说太对了啊！CES 现在跟消费越来越远了，因为现在消费在降级，消费大家都疲软，不光是中国疲软，美国消费也疲软。电车评测跟手机评测有啥区别？哎，其实没什么区别，都是一帮这个别有用心的网红啊，然后呢，再引导一帮这个脑残，没什么太大区别。CES 快成皮衣的演唱会了，哎，皮衣的东西其实没什么好看的。请问北京有线下吗？其实办过一次啊，然后，什么时候再办？我觉得可以再办，这个问题不大了。北京其实现在有场地啊，但是呢，我还要有这个再找出新的这个想要讲的话题来啊，是可以再去办的。因为我是每一次这个，叫什么呢？每一次处理这个，就是办这种线下，我会想一个新的主题要重新做，这个呢也要让我稍微的积累几天啊。石国鹏这个课的话，我是蹭的啊，我这个没花钱啊，人家都是花钱了，那我就这个跑去蹭课去了。但是所以赶快发一个帖子给人石国鹏老师带点流量吧，对吧？这个也算是这个不能白听人家的课，对吧？也就如此了。好像3060都被皮衣从这个坟里挖出来了啊？是吗？我这3060还在这摆着呢啊！哎，最近老想着去买个新的，也还是穷啊。我看到三星前几天发布了6K 分辨率、120赫兹120 FPS 的显示器，感觉8K 时代还很遥远啊！希望早点上市买一个。你真有钱，三星的显示器一定是很贵的。嗯。而且我觉得这种就是显示器分辨率太高了也没什么意义。你像我现在面前这个显示器呢，是一个带鱼屏啊，带鱼屏应该是多少？我搞不太清这个分辨率是多少了，反正应该是2K 带鱼屏吧。对，这种再高分辨率，我觉得我也看不出来了。我现在觉得屏幕也很清晰。至于120 FPS 这事儿，怎么说呢？我现在这个好像也是120 FPS 啊。
没感觉有那么大的差异。好，我们继续。Notion 的 CEO 啊，长文，他呢有一位朋友留言啊，说我们软件工程师无偿的把自己最好的代码通过开源的方式全部喂给了大语言模型，其他领域没有这种情况吧？有啊，对吧？那么多的画家，那么多的作家都在那儿起诉 OpenAI 呢，大家都在干这个事儿啊。而且我觉得软件工程师啊，把这个代码喂给了这个大模型呢，大模型现在写软件就写得很好嘛。而且大模型写软件写得好，其实最主要的不是因为我们把这个代码喂给他了，而是因为软件这个东西是最容易进行验证的啊，没什么别的。一个月卖了80台，是因为大家都是无知群众，所以所有人都是傻子吗？对呀，你能说出这话，就说明你的智商有问题啊，对吧？人家卖了80台是苏七 Ultra 好吗？人家交付了4万多台呢，然后你就光想着，哎呀，一个月就卖了80台，对吧？你只是知道了其中的很小的一个信息片段，而且这个片段非常不完整，然后你就觉得你知道了很多事情，然后你就觉得别人是傻了，那你觉得你是不是很傻呢？这个事情，你还真的把它拿出来说？小米11月是卖了4万，小米10月份是4万8千多台，11月是4万5，4万几千台，4万5千台。然后呢，12月是交了可能快5万台，对吧？然后你就想着，哎呀，这个苏七 Ultra 这50多万的车就卖了80台，然后你就觉得沾沾自喜了，然后就像看傻子一样看别人，最后看了一圈，觉原来傻子是你自己。我看的最多还是2K 啊，最高的话，最高的带宽要求再高的带宽要求太高了啊！我的朋友沉迷 4K，但他也是一天天下载资源，实在也不方便。其实我有一个 4K 显示器，我那个 4K 显示器后来让我丢给我儿子用了啊，我又把这个带鱼屏拎回来了。因为 4K 显示器它是个方的，导致呢，就是我们把两边的这个屏幕就是这个叠加在一起的时候，大家看到的内容就是我看的内容不够多啊，所以我最后还是用带鱼屏。现在等于我这边的屏幕是这个稿件啊，这边的屏幕是这个咱们直播的画面，就会看着舒服一点点。认为小米不好的人啊，也不是只有黑嘴和傻子两种。你可以觉得好，我们尊重啊，但不能觉得不认为小米好的人就都是脑残啊。这个事儿呢，我觉得这样啊，我呢也没觉得小米什么都好，对吧？小米呢有好的地方，有不好的地方，这个呢是一个比较公正的这个，或者说相对比较理性的一个看法。我认为小米什么都好的人和认为小米什么都不好的人就是脑残，这个没有任何问题，我不需要尊重你。因为你只有这样的一个理解能力，对吧？你觉得有一个东西是非黑即白的，那么这些人除了脑残还是什么呢？你说有什么东西是只有坏的，没有任何好的东西吗？没有啊，对吧？包括华为，我也觉得它里头有很多好的地方，对吧？包括像特斯拉，我也觉得它有不好的地方，这有什么问题吗？这个才是一个我们愿意把每件事情放在那儿，有好的有不好的地方，掰开了揉碎来说的地方。然后呢，你看看你前面啊，讲了一个说啊80台一个月卖80台，然后在这沾沾自喜，然后去嘲笑别人。那你说我不认为你是弱智，认为谁是弱智呢？对吧？这个你还觉得这个应该是什么？我觉得好，你这个尊重啊，你就从来没尊重过，对吧？我认为啊，所有认为小米全都好和认为小米全都不好的人，就是脑残啊！我就把这话搁这儿了。嗯，好，继续啊，这个我们斩杀线这条视频里头呢，迎来了一位粉红评论啊，这个给我评了好多好多条啊，我摘其中一条跟大家说吧。他这个粉红呢，就属于是，哎呀，老范，你是不是老觉得美国什么都好，美国有免费医疗，然后中国什么都不好，然后你在这儿这个尬吹美国了啊？然后呢，他在里头写了这样一条啊，就是他每条都留得很长啊，他是讲了一条什么呢？说这个没有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就没有斩杀线。中国没有流浪汉，这个在中国有大量的这个法轮功信众啊，有大量的
痴迷民主自由的反独裁者，至少有几百万西方洋人在中国生活，有不少西方人不相信中国没有流浪汉，尤其是西方的网红博主们在中国特意寻找了流浪汉，还有大量关横式反贼想证明中国有流浪汉，可是至今也没有发现中国有一例无家可归的流浪。中国只要有屁大的事儿，西方媒体、法轮功和反贼们像打鸡血一样兴奋，吹毛求疵，对吧？吹毛求疵啊，闹翻天，瞎说中国也有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为了给伪民主暴政造成灾难洗地，你太无耻了啊！今天的中国绝对是世界第一富裕大国啊！鼓掌啊！这个粉红就是这样的认知。你以为没有流浪汉就是好事吗？对吧？我记得是郭德纲的一个相声吧，是讲的说，哎呀，这个一个大善人啊，见不得有穷人，那怎么办呢？把穷人都宰了啊，或者把穷人都轰走啊。这个我觉得一个城市里头要有一定的包容性，要能够容纳这些人，而不是像中国这样把这些人都驱赶啊，或者是把他们都这个收容啊，这个才是一个更包容的地方啊。因为我在前年吧去新加坡，当时呢我还录了一条视频在讲，我说这个新加坡为什么没有流浪汉呢？对吧？让我觉得这个城市不够包容啊。后来还有一些新加坡的朋友跟我说，新加坡是有流浪汉的啊，这个只是你没有走到那个地方，你没有看到而已。说这些人呢，其实也不是说一定要流浪啊，他只是选择了这种生活。包括日本也是有流浪汉的啊，他们选择了这种生活。那么这个城市或者这个国家和政府呢，愿意去包容这样的事情啊，这个才是真正值得提倡的事情，而不是说，哎，我发现有流浪汉了，我把他们都关起来啊，我把他们送到精神病院啊，我把他们干脆就处理掉或者什么样的。大家知道啊，纳粹做民族主义的时候啊，做这个种族屠杀的时候啊，做种族主义的时候，实际上有两个特征。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啊，这个除了日耳曼啊，其他都是劣等民族。第二个呢，就是日耳曼里头的这些啊，什么精神病啊，什么这些流浪汉啊、残疾人呢，也都弄死了，对吧？所以呢，没有流浪汉并不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啊，要跟这位网红稍微的说一下啊，不叫网红啊，要跟这位粉红啊稍微的纠正一下。好啊，这个继续。显示器我不求大，但求多啊，至少3屏啊。这个3屏，这个你桌子哪里摆得下呀？这个我是受不了啊。而且怎么说呢，就是你屏幕多了以后，我觉得脖子受不了啊，就是这么转来转去，看着这费劲。是的，我家买美的的电饭锅买了2次，其中一个不好用，另外一个不到1年坏掉了。现在用小米的电饭锅，好看又好用，反正比之前美的的好看多了。这个小米的东西呢，反正有些人就用着挺皮实的，一直用啊。这个有些人呢也用不起来，用不住啊。因为前面也有人说了，说你看我买的小米的东西用了不到1年都坏了啊，这个也是存在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做过产品的人就会知道，说它是有一定的这种概率的啊。这个你只是人品好，赶上小米电饭锅它没坏，对吧？像我们家呢，小米的灯啊，小米的电视。我们家大概也小米的还有空气净化器、净水器和这个一些小物件吧，反正都是使了有可能十几年没坏啊。那我只能觉得我是运气好啊。人家说那我为什么我这坏了？那咱这事儿你只能看人品，你没什么别的办法。我也没觉得哎我家都没坏，小米就一定是特别好啊。这个我从来不这么想这事儿。35岁毕业和买到烂尾房的，也算是天朝特色斩杀线吧。这没法说啊。但是你像人家觉得这个只要没有流浪汉，就这个没有无家可归者，没有流浪汉就值得骄傲。那你说跟这种人你怎么讲道理呢？哪里没有流浪汉啊？这个反正北京没有，上海应该也没有啊，都驱赶了。我刷抖音看到大量小米家电的故障啊，但是我买小米的这个小家电一台没坏，不知道为什么啊，我手机和电脑都用的苹果的。
这个因为很简单啊，小米家电坏了以后，它有传播性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啊，小米家电呢，反正质量呢也没有那么好啊，就是它应该跟这个正常的，比如说海尔啊、美的啊，什么都差不太多啊。就是我家里用的美的的东西也没坏过，就是我们家电饭锅好像是美的的啊，就是我买的那个电压力锅是美的的啊，这个也挺皮实的，用了好多年了。但是呢，你一个美的电饭锅坏了的视频是没有人传播的啊，小米电饭锅坏了的视频是有人愿意传播的，就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他怎么不问问那些流浪汉去哪里了？我记得往年南方周末有深度报道啊，看完让我生理不适，这个绝对的。丐帮打狗棍怎么传承？哎，就别想这个了。没有流浪汉啊，你天天坐5A级写字楼里往窗外看，各种大长腿啊，是这个不，北京确实是没有啊，这个岛都去干净了。中国还没有人失业呢啊，这个都是灵活就业，他咋不说呢？那粉红他就看不到这东西，你怎么办呢？小米的手机1年多就坏了啊，手环和手表比较皮实，好多年都没坏。小米手机我也从来没用坏过啊，像包括我买过，其实我还真没买过小米手机。说白了，这个哎买过一个啊，最近给我妈买了一个小米15，这个因为我前面的小米手机都是发的啊，小米啊、红米啊，也都是用了4、5年没坏过啊，这个我觉得算皮实吧，就是它都是一个比例的问题。街上很少见到见打着石膏拄拐杖的，证明啊，这是意外身体伤害发生最少的国度啊。这个，那他这些人他就愿意这么来思考这个问题，你怎么办呢？我买东西先看人啊，这个你看谁呢？小米的东西的这个期望值要打8折啊，这个放低期望值，那么小米东西还不错。哎，这个关键看你想要什么了。你比如说你想买个电视，对吧？你一定要那个没有任何色差的，然后这个非常精准的电视，那你就是买索尼的，这个没什么好说的。实在不行，说我这索尼太贵了，我买三星的也行。对吧？但你说，哎，我有一大电视，我能看就行了啊。这个色度是不是准？我自己也没有那么精准啊。那你其实买个小米挺好的。老盯着前方才伤脖子，哎，这个但是你有一堆的这个，反正我是像我这个旁边也有电脑嘛，我有时候把这个电脑也支开，都还是觉得挺别扭的。苹果的 Mac Mini 半年就坏了啊，还有这样的事情啊？我的 Mac Mini 用了可能快10年了，现在我妈还在那使，挺好使的。这个都是运气啊，都是运气。查得到户籍的啊，让所在地出钱把人领走；查不到户籍的，基本都失踪了。没有人知道他们都去了哪里啊，这就不知道，真不知道，也没法去这个研究这事儿。小米手机买了俩啊，都是充电充死的啊，这个虚焊。小米呢有几个机器是不好的啊，一个是小米1啊，那个手机是质量极差。啊，非常不稳定，因为刚开始玩这东西嘛。然后另外一个呢是小米，应该是10几来着，我想想，可能是13还是12啊？就是当时是那个高通888的那个芯片的一个机器，因为它那个机器是什么呢？就是发热特别厉害，会把它的那个 WiFi 基带直接烧掉啊。当时就是小米这个质量最差的2个机器。给父母买的都是红米手机啊，基本2年一换，没坏过。这个，哎，红米，反正我是原来给我爸用过一个红米，也是用了，可能有个5、6年还是什么的，也没什么事儿。运气啊，这都是运气，不代表这个红米的机器就是好使啊。其实显示器多了，最大的问题是找不着鼠标啊，这个也是个很麻烦的事情。但是你像苹果系统，就是你使劲晃动鼠标的时候，那个鼠标会变得很大，这个就解决这个问题。
上海旁边有一个城市叫昆山，昆山有个中华园啊，那里都是流浪汉啊，做日结，做1天歇3天啊，没钱再去做，晚上睡公园亭子里啊，这个北京也有，只是这些人呢是不允许睡公园的啊，就是他们都如果你要是没有住的地方，还是会被驱赶的，他们一般会在很远的这种郊区县去找地方去住。他们也有这个日结工，在各个城市里都有这种日结工，但这个不算流浪汉啊，他们还是要去干活的。红米手机1年换了2次，充电的问题啊，这个都运气不好，运气不好。然后老外都来中国看病了有些人说这个无非就是挣钱，扯什么厉害了我的国？如果能挣外国人的钱，然后把国人的医疗费再降一点，那是好事啊。你要注意你就算想挣这个钱你也得有充足的医疗资源，有这么多的医生，有这么多的设备，对吧？否则你挣不着这钱，对吧？你像英国说我也想挣这钱，哎，你咋挣？美国倒是确实能挣得着但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些特别疑难杂或者是一些很高端的医疗我说我一定要去梅奥诊所人家也确实在挣这个钱那就是最贵的那些我在其他地儿哪儿都治不了了，我就要到比如说梅奥诊所去整这个最后一件了这个治得好我就接着活，治不好就死的这种事儿那人家这个钱人家挣了你像日本其实也在挣这个钱但是日本呢，就是怎么说呢他们的这种医疗的旅游吧并其实它整个的接待能力还是有限吧，不像中国似的，真的是，我也没说厉害了我的国嘛，只是就是内卷的很厉害就是内卷，这些医生也是很不容易，对吧？至于说挣了外国人的钱，能不能把中国的医疗费降下来呢？我觉得还是很难的因为外国人来的太少这个实在是非常非常少，没法把中国的医疗费降下来中国人太多了。我 Windows 开了热键Ctrl 键显示鼠标又大又丑的一圈好吧，也可以。网吧里中国还没有这种那个什么的就是可以过夜的网吧，它不像日本似的。这个日本是有网吧难民的嘛，中国呢所有的营业场所晚上是必须关门。哎，网吧是不是可以通宵？我还真不知道但是呢，别的营业场所晚上到几点是必须要关门的，然后有人检查的播到几点？我要洗澡听听一半别听到一半结束了，这个不好说可能还有个至少半小时吧，也许还有1小时，看聊到哪儿了国内的医疗费不贵，国内的医疗费不贵，而是中国人挣的钱少。这个不是这样的这个国内的医疗费呢，其实看你干什么，就是中医中药的这个费用是很贵的，西医西药的费用确实不贵，对吧？中国人呢也不是挣的少，而是缺乏保障。基因疗法基本只能去美国，还真不是CAR-T 就是在上海做的很好嘛，我那节目里还专门讲了在国内做 CAR-T 是上海是哪个医院是专门做这玩意儿做的非常好，而且做的非常多。台湾挣不到这个钱吧？台湾也挣像原来他们就建议我去台湾做那个体检，对吧？台湾专门有体检的或者医疗签证，但是后来这个大陆人再想去台湾就很麻烦了所以这事儿就没法整了。就是大陆人之所以愿意去台湾，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讲中文，对吧？你到日本去，人家是治得好，但是你跟人说不明白感觉老年人用 iPhone 比较好，安卓广告默默安装静默安装 APP 太要命了这个，也没办法。但是有时候老年人他不爱用这种 iPhone他还是喜欢用便宜的机器。三和大神三和大神不能算无家可归Homeless 还是不一样。网吧可以通宵洗浴也可以，
忘了是哪年开放的了啊。这个因为我是这个好久不去这些地方了啊，所以对这个事儿不了解了。大陆是病例多啊，一线医生临床经验丰富啊，老美医疗是尖端技术先进，医院里头比较人性化啊。这个老美呢，它的医院一个是设备啊，还有技术这块儿可能确实要先进一些。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法律比较严格啊，就是你出点什么事儿，你可以找律师来搞定这个事儿，对吧？这个是老美真正比较强的地方。中医中药贵点儿挺好啊，别强制用就行。但是这个大夫呢，经常会利用人的无知啊，或者利用人的焦虑呢，去给你开一堆中药。你如果不上去说，哎，大夫我就不吃中药啊，那个千万别给我开。这个大夫一定会开的，因为很简单，中药才挣钱嘛。因为只有中药在医院里头是可以有利润的啊，西药在医院里是不允许有利润的，必须多少进多少钱进多少钱出。啊，那你大夫也是人嘛，人也得吃饭，对吧？只要吃不死你，然后人家挣点钱就好了。能过夜的网吧挺多的啊，也有专门给那种三和大神提供的网吧。这个在国内我也没这需求啊，所以不知道。等我下次吧，下次再去什么地方开这个线下见面会的时候，咱们找一个洗浴中心开，对吧？在那儿过夜，咱们试一次。听说一些医院初级的医生的工资降到3000了，这主要是什么原因？这个事儿我没听说啊，不知道。但是医院呢，确实很苦啊，因为中国的医院是没有国家拨款的，是吧？完完全全是不但要自负盈亏，可能还要向上交钱啊。那你就是这样的一个玩法呗。老范新年好什么意思？没看懂啊？新年好啊，你也新年好。对，中成药是默认会开的。对，我这儿医院有时候叫医生不要开，医生会直接发脾气不给看病。对，医生人家也得吃饭嘛，那你怎么办呢？对吧？这个你不让人开中成药，这个你是没法整的。当然还可以这样，就是开完了以后你可以不拿，就是医生开了药，你可以在交费的时候说我这几样不交啊，我不拿这个药是可以的。因为医生有时候也有 KPI，你不开这个药的话，他没法完成绩效考核。老美最重要的也是对于欺诈的处罚，这个证券行业的处罚特别厉害。你可以做得不好，但是不能欺骗。呃，老美呢，它其实是这样，就是它第一个是集体诉讼比较容易，第二个呢，就是它的律师很多啊，它也有很多律师这种叫好事者吧，他愿意去给你做这些，这个叫什么来着？愿意去给你做这些，叫做诉讼啊。但是在中国的话，这个就很难。所以诉讼成本实在太高了，在中国。啊，只要他们能帮忙把现代医药价格打下来啊，我们能自由选用啊，我觉得就让他们这个领达尔文奖也可以接受啊，这个是挺难的。现在很多大夫开西药，然后再开中药，一是为了职业道德，一个是为了赚钱啊。这个你可以开完中药不拿，就这个是我们遇到很多的这个处理方式。马斯克有个访谈啊，说是衰老是个 bug，那他的意思是不是人可以永生，只要修正 bug 就行了？呃，对，我是在讲这个，明天吧，把这个访谈好好看一看啊，然后再跟大家讲这故事。我觉得衰老这件事儿呢，肯定是有问题。其实像中国古代也在讲这事儿，咱们一直讲说人出生的时候是纯阳之体啊，是没有任何这个身体没有任何杂质啊，对吧？你只要开始呼吸了，开始吃五谷杂粮了，就是各种的垃圾和这个废物或者说有毒有害的东西就开始在身体里头沉积，其实也是如此的。对吧？这个为什么好多人说，哎，我们怎么去这个修炼，怎么把这个身体再重新提纯一下，也是在修改这些东西嘛。人呢未必能够永生嘛，但是呢，这个你肯定是有一些方法可以去调整啊，可以让这个寿命极大的延长。还没说这个赛博飞升的事儿呢，
对吧？老马现在不就惦记赛博飞升嘛，直接把大脑或者说意识上传到这个 AI 大模型里头去，然后就可以自己跟自己聊天了啊，这个多爽！现在一些医院就靠中药项目挣钱。去年手术2天不大便，给我开了通便的膏方，900多块。对，那玩意儿一点用没有，我告诉你，还没准有副作用。不懂就问啊。八日台是最近1个月的销量，交付量不是过去的销量吗？八士台是最近1个月那个 Ultra 的销量啊，不是它的这个真实销量。人家的真实销量从来就没有告诉你说我最近新增了多少订单啊，这个就没有过，对吧？然后这八士台就是一个这样拿出来的一个数字啊，你可以去查一查，对吧？这个你如果不信，你自己去查去。昨天刚配药，保险后这个3个月的2甲双胍加上5天的达菲啊，税后20刀啊，不算汇率，按照收入来说也不贵啊，这个也还好啊，这个也还好，国内大概也差不多这么多钱，就是你还是得算上汇率啊。因为我是要去拿3个月的2甲双胍加上这个其他的，比如恩格列净什么的，可能一次也需要，就是算完保险了以后，可能还是要个200-300块的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程度，其实跟你这个差不太多。不让医生开中药，他会这个猛猛的开检查单啊，放射科一日游，这个收支扭曲下各种病态。但是如果他敢给你猛猛的开检查单，你就可以投诉他啊，那他马上就会丢这个，就会受到极严厉的处罚。这个属于叫过度检查啊，而且现在呢是这样的，就是医生呢现在开始玩这个什么呢？就是叫做包班制，就是你是一个什么病，在你身上必须要用这么多钱把这病治好，它是这样的一个玩法，对吧？如果他给你开了一堆检查，那这个病这个钱花多了以后，他也是过不去的啊，所以不会生给你干这样的事情，他可以不给你治，对吧？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你开了中药，你别拿就完了啊，这个是最好的。医生都是一堆中成药啊，一个西药给你开，反正吃中成药吃不死，是这样的。而且中成药里头好多有效的作用还是他妈西药。马斯克的吹牛听听就行了啊，演化的东西本身就不是冲着个体长期存续来的，这个要看吧，就是你真的人的寿命增长了以后呢，肯定会有遇到很多新的问题。你像我们其实已经这个寿命增长了很大一块了啊，就是在这个叫什么来着，在这个解放前啊，人的这个就是中国人吧，平均寿命一定是小于50或者更小一点点啊，或者可能到清朝或者再往早一点，那个人的平均寿命是很短的，对吧？里头可能确实有长寿的人，但是呢，你从平均角度上来说，真的是不高，对吧？你在那个时候，你如果交社保的话，但绝大部分人都活不到60岁领社保，对吧？所以我们其实已经经历了这件事。现在中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已经到80几岁了，所以这几年这个平均预期寿命已经在快速增长了。所以你不要觉得，哎呀，这个涨到150怎么样？你想想以前人也没法想说，哎，这个全民的平均预期寿命涨到80岁会怎么办，对吧？他们原来也没法想象这种事情的，对吧？这个事情继续涨下去就接着来呗，对吧？继续搞这个延迟退休就完了。你像很多国家现在已经到67岁退休了，对吧？中国的退休制度唯一的不合理的地方就是男女不一致啊。像全世界大部分的国家退休制度，退休年龄男女是一样啊，只有中国这样的国家才去搞这种不平等。衰老不是某个单独的 bug， 这东西涉及到整个的系统啊，这个包括炎症等等一大堆东西，哎，这个还是可以进行有效的管控和延长的。人能不能永生这个事儿呢？现在也不要下结论啊，这个也许行呢。控制产品不良率从95到99，价格可能会增加好几倍啊，这个是一定的。其实95到99这件事儿呢，从现在来说差异没那么大，但是你要是99到99.1，可能就涨了好几倍，啊，这个
因为这个中国制造现在呢，基本上都是可以达到可能99%几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合格率。不会啊，投诉一药是北上广深的三甲医院有用啊，我这儿18线，啊，那就没办法了。啊，外婆糖尿病能开脑部 CT，糖尿病你开全身哪儿的 CT 都没毛病啊，因为有糖尿病的这个并发症嘛，所以这个是可以说得过去的。我们这儿二甲双胍是0.5克乘64片，哎，我看看我这儿是多少克的啊？我这儿也是0.5克，但是我是一盒是20片，而且呢，我吃的是歌华酯啊，不是普通的二甲双胍。想想自己写的代码，想要减少 bug，花的时间要比原来多，原来的好几倍啊！做产品也是一个道理啊，这个还真不一样。这个写代码这件事儿呢，很多很多的这种品控的工具和软件啊，可以去检查和扫描你的代码。现在呢，只是说我们有了 AI 以后呢，也可以像代码一样去扫描我们的基因啊，也就是如此。然后呢，它可以把这个代码的错误量呢，这个降低一些啊。原来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去对这个基因代码进行检查啊，进行各种测试，以后呢，这件事儿就可以变得有可能啊，也就如此了。小米小电器确实好用，比如充电宝啊，对，我的充电宝确实都是小米的，我买了一堆小米充电宝。哎，我刚买了一个啊，给大家展示一下啊，这个，哎呀，够不太着啊，算了，不展示了。买了一个方的那个25000毫安的那种，啊，因为这一次出差呢，就发现，就不叫出差吧，这一次去上海呢，就发现以前买的充电宝都是这个没有3C 认证啊，这个怕这个坐火车或者坐什么给人没收了，所以就没带，导致呢火车到的时候身上的什么 iPad 呀，什么这个 iPhone 全都没电了，啊，非常非常被动和狼狈，所以回来第一件事买了一个这玩意儿。小米的充电宝，小米的各种充电器，就我充电器也都是小米的，这个就是那种氮化镓充电器啊，那个确实很好用。但是你说有没有人说，哎，我买了就坏了？那这个也有啊，这个不能说是大家买的都好使啊，这个一定要讲清楚。延长归延长啊，把衰老说成 bug 就是颠倒黑白了。哎，这个我觉得你没必要去较这个真儿嘛。衰老和死亡向来是，都是这个 future 啊，这是什么？有个逃逸速度的理论啊，大体意思就是随着技术进步，延命的节奏可能越来越快啊。那么未来如果每花1年时间，都能提高1年寿命啊，那么虽然预期寿命仍然不是永远，但是实际上已经实现永生了，啊，不过散人可能就直接把预期寿命定义为糊他脸上了啊。这个事儿是这样的，预期寿命这个事儿啊，你不能这么想啊。你比如说像我吧，我今年啊50几来着，53啊，我今年53，然后呢，这个技术进步了啊，这个食品变得更安全了，这个环境变得更好了啊，人的这个比如工作压力啊什么都下降了以后呢，新一代的人啊，他的预期寿命会上升。但像我这种人呢，不会说长了1年了啊，我以前该吃的垃圾食品也吃了，该呼吸的雾霾也呼了，那我也能够长1年，这个事儿呢可能就没有那么容易啊。当然我也会长啊，但是一定不会是每一年都长。啊，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这个每年啊，这个预期寿命长1年，然后人就永生，不是这么算的，一定要纠正一下你这个逻辑错误。美国有个基因编辑概念股啊，这个就不是那么了解了。好，继续啊，这个讲故事者成为新的招聘热点啊。这条上有人说了，公司的确需要对自己的公关进行改革。马斯克在推特上为自己公司的公关正在为这种职业改革指明方向啊，这个千万不要这么讲。
为什么呢？就是马斯克的很多东西是学不来的啊，也没法学这个东西。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马斯克，对吧？精力极其旺盛，啊，而且可以同时处理很多的事情，啊，这个很少很少有人能像他这样啊。你看马斯克行，你也行，千万别信这个啊。马斯克行的事儿，全世界大概除了他之外，真没有第二个人能行了，啊，所以这个是千万千万不要去抄袭。啊，但是呢，确实公关需要改革，但是绝不是像马斯克那么改，包括像雷军这样的啊，也不能像他那么改，因为我一直觉得，CEO 或者老板自己去做公关的这个事儿呢，风险很大啊。雷军其实就是已经体会到了其中的风险了，因为他一旦是个人 IP 跟公司的公关进行绑定的话，那挨骂的时候就会变成个人挨骂，那么这个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是有问题的呀，这个是不够的，对吧？千夫所指，无疾而终嘛，对吧？你想，那雷军挨骂的时候哪止1000个人，有1000万人在骂他，对吧？那他心理压力是很大的啊，而且老板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啊，你让他在这每天做 IP，每天在这给大家表演。我一直说了啊，雷军出来讲的东西都不代表他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啊，这都是表演，对吧？那你每天他在这表演，这个投入产出比实在太低啊，所以我从来不认为老板应该自己来干这个事儿。再往后啊，说这把画饼大师包装的这么高大上了吗？看来雷军这功夫啊，转口这个欧美了呀，这个直接来柬埔寨和东大招啊，秒招10万8万，很简单的啊。刚才我们也讲了，雷军干这活本身是不应该的啊，这是非常非常不划算的一件事情啊，这个咱们就不再重复了。然后呢，真正会讲故事的人其实是印度人啊，在这点上，中国人和柬埔寨人要差非常非常远。讲的最好的故事是什么？不是产品，不是公司，不是愿景，讲的最好的故事叫宗教，对吧？什么地方的人啊，有大量的宗教被创建出来，还能招到很多信徒，一帮人还在那儿信，那印度人啊，对吧？一定是这个。所以啊，最会讲故事啊，最会画大饼的人一定是印度人啊，在这点上，中国人啊望尘莫及。还有啊，说独立讲述者一般是讲故事的人啊，企业内部可能是在招编故事的人啊，这个呢是这样啊，但是呢，如果一个讲不好故事的人让他去编故事了，啊，这个我相信他也编不好，对吧？说我这个人写文章写得好，只要张嘴就磕磕巴巴的说不清楚啊，那么这种人其实他写也写不了多好啊。然后呢，这个我觉得讲故事讲得好的人呢，自己也能够编一些啊，这个就像是你爱吃的人，通常自己做饭都不会太难吃一样啊。所以这个事儿呢，边界并没有那么清晰。还有人说啊，这个因为忙着干活，所以前几天显示在老范博客上啊，先是在老范博客上看了一遍 AI 机翻的文字版，然后今天闲下来才看了视频。不得不说，没有老范绘声绘色坐在这里讲述，就没那个味道了。强烈的语气能够让我注意到文字是会忽略的一些细节，而且更丰富有节奏感。更富有节奏感以及更充沛的情感啊，这应该是讲故事的人最强大的魅力所在，是这样的啊。所以编故事呢，你编了半天，它都是一个文字稿，讲的这个过程啊，还是有很多的信息会夹杂在其中的，对吧？听老范讲这个故事啊，还是一种比较开心的事情啊，就跟那个什么似的，你比如我们去听郭德纲相声，对吧？我把这稿子写完了，你先看看。你未必觉得好笑啊，但是他给你讲的过程呢，你就会觉得，哎呀，这个太好玩了啊，这个还是有差异的啊。在这儿呢也讲一下啊，就是老范的所有的视频呢，就是新的视频吧，都会有博客啊，这个是机器来处理的这个博客，里边呢有配图啊，以及呢这个很多人去找老范要说，哎呀，老范你这个视频的背景我喜欢，对吧？我都会把这个背景图生成背景提示词贴在这个博客下面啊，大家自取。这个看看这边啊，
马斯克和乔布斯都只有一个啊。当年一堆国产创业者自称标榜以乔布斯为信仰，最后成了的一个都没有啊！这个一定是，怎么说呢？大家做好自己就完了啊，不要去无脑的学别人。绝逼都是幸存者偏差啊！如果相信成功能复制，就把自己忽悠瘸了，哎，一定是这样。就是这些人呢，你可以学啊，学完了以后还是要做自己。老范来个天桥背景啊，下回。上海线下都讲了点什么啊？这个能简单说说吗？放会员频道也行啊，这个没有。我们一定要保证线下的所有内容绝不在线上出现啊，这个还是就是像石国鹏他们做这个讲座的一个要求也是如此啊，就是他们在线下收599啊讲的课，线上是绝不会出来的啊，任何地方都不会出来，而且也坚决不录像啊，这个是他们的一个要求。啊，因为为什么就好多录像传播了以后会翻车，对吧？特别是这个他们讲的很多东西也没有那么政治正确，特别是这帮学历史的啊，讲的东西绝对没法保证政治正确啊。那一旦被录像了以后，然后再断章取义一下的话，那就就要死人了。等我再写好了下一篇这个感想的时候啊，我再去找这个线下的地方，我们再找地儿去聊去啊。说点不让播的这个就没法说了啊，既然都不让播，那肯定就不能说嘛。得了啊，只能对，没照片啊，我们也不照照片。像我这个对于照相也没有那么高的这个这个想法，原因也很简单啊，因为那次在日本照完了相以后，然后有人要求把他的脸 P 掉啊，这个后来我就再也不惦记照相这事儿了。继续啊，宇树科技的上市绿色通道被关闭了啊！这条里头呢，有人想了啊，老范终于更新了。对，我呢，一共停更了3天啊，然后因为也停了一次直播，停更了3天，导致呢这个收入就直接这个跳水啊！停更的第一天，这个停更第一天呢，收入直接砍半。然后停更的第2天呢，再砍半，第3天呢，基本上维持了这个1/4的收入，然后到第4天呢，这个实际上我就开始更新了嘛，还稍微有一点点回升啊，大概也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了。所以这个今天我还发了一条这个帖子嘛，我说这个在 YouTube 里头没有这个税后收入啊，不要想着我睡个觉就能把这钱挣回来，就是你只要不干活啊，他就直接给你这个，就是 YouTube 也不干活了。继续啊，说我自己得到的消息是排名在中国政坛前50左右的政治人物，啊，不用到前几名的党委啊，一般的政治局委员或者类似地位的即可。这样的人白手套啊，作为准上市公司的股东，至少2%到5%或者更多，有政治能量的可以实务。实务的意思就是不会在视频上说的这个正式政策去申请啊，但实际进度会加快，加速上市进程啊。这些事儿呢，其实都是听传啊，就是很多人都觉得，哎呀，他都已经做到这儿了，一定拿着钱了吗？你说这里头有没有真的没拿钱的人？可能也有啊，但这事儿不知道啊。那是不是有人拿了钱呢？可能也有啊，也只能说可能啊。我一旦拍着胸脯说一定有的话，这事儿算造谣，对吧？这个，所以很多这些事儿呢，就算是这个老百姓在这个下面去猜测的一种这个生态啊，也就是这样啊，谁也没有说，哎，我有真凭实据啊，谁谁谁拿钱的时候我在旁边照相了啊，谁也不会有这种东西啊，这就算有的人他也绝对不会出来说这个事儿
所以呢，这个是不是有人去拿了这个钱，我不知道啊，有可能有，有可能没有但是呢，在中国就是这样，就是说我怀疑了呢，我也没地儿说去也没法去告去也就最后搞成了这样的一国浆糊在中国上市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还有人说说这个能走绿色通道岂不是很光荣重要这个应当笑纳呀？大家注意上市这个过程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因为为什么？就是很多原来在桌面下的东西，你要把它拿到桌面上来，你要公开，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呢，很多人都可以提出意见所以上市的过程是非常非常危险的。谁也没有说，我这个站在绿色通道上，我要上市了然后还敢把这牌子挂出来，不怕任何人攻击，没有人这样。即使是华为今天说我想上市，他也不敢挂在这儿因为华为下边这户事儿也多去了，没有谁说身上没有任何毛病的没有完人，也没人说我可以一手遮天我只要站在这儿，谁都这个拿我没办法就这个事儿是不存在的。然后这个绝望指数与平庸之恶，对吧？这个有人说了，说我去年搬家找的货拉拉等了半个小时，师傅没来，就取消订单了。结果平台给我下了一个企业单，价格不变。还有吃肯德基经常吃，价格就会涨到50块，一个月不吃就会下降到30块。这个呢，就是我们在给这个就是怎么说呢？我们在 PUA 系统也确实如此。你比如说吧，我打车，滴滴打车。如果你打了车以后不打了，你把这个订单取消了，然后马上那个券就来了包括像那个叫什么不是京东美团也是这样，你下了单然后取消，马上那个补贴那个券是确实可以便宜一些的就是怎么说呢？在这个社会上太老实的人是不会有好果子吃的这个社会，特别是这些AI 系统。他从来不鼓励老实巴交的人，对吧？你去 PUA 他，他也愿意说，我愿意被你 PUA， 他是这样的一个玩法，对吧？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还有说这个骑手的配送费是用户加平台给的，不是说用户给的钱等于骑手的配送费这个骑手配送费这件事呢，本身很复杂不是说用户和平台给，而是用户和这个商家给有的时候商家也要摊一些东西，然后平台呢里头有的时候会给，有的时候不给，有的时候是补贴，对吧？有的时候甚至还会赚其中的钱，所以呢，这个就是本身它是一个很复杂的公式，是按照每一单包括各种补贴、各种这个活动来去拆分的，所以呢，并不是说这个平台给，其实最主要给配送费的人是饭馆，在中国是这样。比如说我现在点一个什么这个外卖回来最主要的配送费的出资人是饭馆。因为经常是写着说到多少钱以上就包邮就免配送费。那既然已经更高的这个单子都买了，那肯定是饭馆出钱。还有人说怎么评价一下雷军直播我早说过了，如果一台车开出去，众人都投来看傻子的目光，那车好不好还重要吗？这也是为什么小米1个月才出货80台现在你还相信能提前提车是因为特殊配置吗？这个事儿怎么说呢？这脑子就这样的人，那你能说什么呢？一车好不好都不重要了，对吧？事实不重要了那么这种人的这个观点，那就只能是这个我们就把它拿出来晒一晒，对吧？看看还有人的认知只有这样的程度。那你说一个车好不好都不重要了，那什么重要呢？对吧？这个车所有人都夸那这个一定是好的大家都无脑，那怎么办呢？这个雷军直播这个事儿，反正我没看这个我也没什么好评价的，对吧？我一直觉得这个雷军既然前面已经决定不再出来呢，这个后边也不应该再出来因为让雷军自己来干这件事儿本身是不划算的。一方面就是雷军作为一个真实的个人，对吧？他被千夫所指的时候，他的心理压力，也不是他应该去承担的东西。另外一个就是
这个以他的这个位置，需要他去思考决策和去沟通的事情太多了，让他坐这儿做这么多小时的直播，实在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划算的事情。有这钱，还不如说我去请几个网红，花点钱去把这事儿搞利索呢。啊，还有人说啊，吃得苦中苦，方为说对了，这个社会就是这么残酷，对吧？欺负的就是这些老实人啊。这个你说我就老老实实的去过日子，那欺负死你啊！这个不知道美国怎么样，反正中国就这样，而且系统也是这么设计的，整个社会都是这样啊。你谁老实我就欺负谁。还有人说啊，我觉得这个指数挺好的呀，可以更好的防止极端事件的发生。但问题是，人家在利用这个指数的方式是专门要把这些不好的人啊，或者说专门要把这些比较这个难的人啊，逼到更加艰苦的这种绝境上去，而不是说我们发现这些人过得不好，然后让他们稍微好一点。所以这个指数呢，确实是可以识别出来，但是，它的用法是反的。还有人说啊，人性之恶又多了一个背锅者 AI 啊，这个呢不能这么讲，AI 呢就是个放大器，你就相当于是一把刀似的，对吧？你说这个人挥刀砍人，那坏的是刀还是人呢？一定是人啊，但是为什么大家会进刀进枪不去进人呢？对吧？最后也是如此嘛，这个 AI 也是这样，它是个放大器，它会让人性之恶得到放大。那这最后你不能把人禁了，你只能把这 AI 去管起来啊，所以不是简简单单的背锅侠啊，这个千万不要这么想。还有啊，这个我发了一个帖子说停更4天啊，收入降到0。实际上是 YouTube 这2天的计算有些问题啊，其实并没有降到0，应该也还是一个20-30美金的一个程度吧。那么有人在下头评论啊，说之前就好奇看一些喜欢的频道的旧影片，也没多久啊，发现没有或者很少有近期的留言啊，当时就觉得 YouTube 不算被动收入，YouTube 一样是花时间上班，只是没想到收入会归零啊，我还以为是少很多而已啊，这个是少很多而已啊，大概因为我现在并没有做这种特别长时间的断更啊。所以掉到了大概也就是，平时收入的可能，我觉得可能是1/4到1/5的一个水平吧，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如果停更更长时间的话，可以等春节的时候吧，让我出去玩2天啊，然后这个咱们再观察一下啊，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敢停更呢？因为这个时候广告费低，大家都出去玩了嘛，就没有那么多人投广告。所以我也是准备这个春节的时候再休息休息。这个怎么说呢？YouTube 确实如此啊，它会给不同的人打不同的标签啊，所以对于我来说，可能 YouTube 就给我打了一个这种日更标签啊，或者叫绝标签也可以吧。啊，这个我的内容就会这个上传以后48小时之内播放啊，长了以后就没有了啊，也就是如此。后面反正尽量更新吧。好，看看这边还有什么啊？我妈的拼多多同样关键词出来的东西明显比我贵，我就教她下单取消，下单取消，让算法知道你的意愿，它会自动试探价格底线，是这样的。就 AI 算法也是可以 PUA 的。读大学的时候，第一节外教课就受到法国老师的灵魂拷问：你们自私吗？说 yes 的会收获到同学的这个注视，但老师直接说，如果你不自私，别人会吃掉你。大善人是绝不能轮到自己来当的，尤其当对方是机器的时候啊，绝对是如此。但我觉得一个制度的设计，一个算法的设计，还是要，让好人可以在这个系统里头继续生存下去，你不能把他逼死，对吧？因为好人呢，是一个系统稳定的一个砝码，对吧？你一旦把他们都逼死了，就光剩坏人了，这个系统会崩溃的。
雷军这哥们儿自己性格有问题，不服输，老想扳回来，越抹越黑。倒也不至于越抹越黑吧。我觉得这一次呢，反正基本上还算是抹到一部分的，抹到一定程度了吧。这个当然有些人说我没法接受这个小米有好的地方，那也没法好说的啊。这些人的认知有问题。对，另外感觉他真的有点习惯性说谎，倒也没什么可说谎的，哪儿说谎了？这个，我觉得雷军在这点上呢，就是第一，他有表演的成分啊。我从来不认为任何公开的讲述都是100%真实的。像老范今天在这讲说，哎呀，我喜欢吃蔬菜，我不爱吃肉，这你觉得我在说实话吗？对吧？有些人就信了，对吧？还有些人说啊，老范你怎么可以说瞎话？我觉得这两种人都很幼稚啊，这个没什么好说的。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感冒这个事儿呢，它到底是不是真感冒了，或者是不是很严重这个事儿呢？我觉得也没必要太去纠结，对吧？他有这个情况没法去直播，需要晚几天，那就晚几天呗，对吧？然后你觉得，哎呀，这个一定是罪大恶极了，何必呢？对吧？你自己有没有这个需要找个借口的时候，对吧？你自己找借口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习惯说谎呢？对吧？咱们不能双标啊。我记得 Notion 刚开始提供语言是韩语、日语、英文，没有中文，都不明白。既然 CEO 是新疆的，开始怎么就不提供中文呢？奇怪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哎，Notion 现在有没有中文？现在好像有了啊。反正 Notion 在这块呢，就一直是比较别扭啊。老范，你觉得自己是个米粉吗？米粉群体的画像是什么呢？我觉得我不是任何的粉啊，因为粉这个东西呢，一定是放弃自己的是非判断啊，然后认为什么东西都是好的，对吧？这些人才是粉啊，我从来不是任何东西的粉。至于米粉呢，可能有一些米粉吧，是只要小米出来的东西都是好的啊，而且米粉呢，其实跟其他粉还不太一样，为什么呢？这个，小米原来有一本书叫《参与感》，是我忘了那个作者叫什么了啊，就是反正也是小米早期的这个创始团队之一吧，后来是离职出去开婚纱摄影还是干嘛去了啊？这哥们儿啊，然后呢，他那个参与感里就写了说，这个小米的米粉呢，一开始就知道小米不完美，为什么呢？因为小米的米粉是分级的，对吧？这个铁杆粉丝、中间的这种粉丝啊、外围粉丝，它是分开的。然后呢，铁杆粉丝是会吃屎的啊，就是吃屎他都不骂你。什么意思呢？就是小米的所有的不完美的产品，然后中间测试的产品就交给这些铁杆粉丝，说你们去用吧。啊，好使不好使你告诉我啊，这个不好使你别出去说去啊，别骂我啊。然后呢，我帮你去改去，对吧？我们优先看这个铁杆粉丝的这个意见。然后中间的这波粉丝呢，他就不会去吃屎了，就是最差的产品不给他们用。啊，经过这个铁杆粉丝试用完了以后，相对比较稳定的产品呢，才会给中间这波人用。啊，他说这个，你如果觉得不好使啊，那个你也告诉我。但是这些人呢，如果真的遇到这个大的 bug 或者遇到不好使用的产品啊，他会骂街的，对吧？所以不会给他们特别差的产品。然后这些人呢，我们也不就是小米也不指望从他们身上收集什么意见，他们是从这些人的行为上去确定产品是不是好使的。崩了没有啊？然后这些人是不是离开了呀？他通过这个方式来测试，等测试完这2轮以后呢，才给大众的米粉去使用啊。其实很多米粉并没有那么粉啊，它是这样的一个运作方式。所以呢，小米的米粉呢，你要分哪一层啊？这个不同层级是不一样的。雷军就该这个退居幕后啊，这个是对的，我也不认为他应该站出来。站出来当剑靶实在是没必要啊，特别是这个时候，很多时候观众骂也是为了发泄啊。还有一个就是很多观众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傻子，那就只能让他来去做这个替罪羊啊。雷军你怎么这个成天说谎？那就是这个人不愿意承认自己被骗呗，对吧？他呢还是应该老老实实的，该花钱花钱啊，就没必要去搞这个事情。还是要心怀希望吧。没准真的有牛逼大神出来建立可行的机制去对抗人性
放大器带来的这个丛林法则和劣币驱逐良币，这个事儿呢，我觉得不能心怀希望，还是要建立可执行的制度啊。这个没有可执行的制度的话，这件事儿是呃不行的啊，因为靠善良、靠希望这个事儿是搞不定的。我的我是米6手机的粉啊，那个时候社区非常好。我从米1的时候我就在骂，因为小米做米1的时候，我在盛大做手机，那是一定要骂，这事儿怎么说呢？对吧？然后米2的时候呢，我们在做盛大电子书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米1那个产品非常差，这个良品率极低啊。到米2的时候呢，才算是打了个翻身仗。米3用特别烂。然后小米一般的是就是双数好使，单数不好使嘛。但是最近几年好一些了啊。当时早期的社区确实是相对比较活跃、比较宽松啊，也确实是参与感。那个书啊写的时候的这个叫做什么呢？就是一个样本啊，就是写那个书的人就是运营小米社区的人啊。后来是所有雷系公司每人都买一本啊，要去学那本书啊。那个书呢可以看一看，挺好玩的。后来呢，就是这个小米长大了以后呢，就没有办法再去维持原来这个体系去运转，啊，但是也还在运转吧。像我们以前在猎豹的时候都干嘛呢？就是做活动发 F 码，就是小米手机发了以后大家抢购嘛，然后我们就去小米公司去批发一堆 F 码出来，就是你拿到 F 码就可以提前呢拿手机嘛，就做各种活动就做那个，效果可好了。用了一段时间 Gemini 和 ChatGPT 啊，感觉还是 ChatGPT 更好，特别是中文措辞写东西啊。但是生图 Gemini 完爆 ChatGPT，这个我差不多也是这么感觉。但是 Gemini 有时候还是这看吧。我昨天有一幅画，我说这个，因为昨天做这个叫做平庸之恶嘛，需要画一个纳粹军官，对吧？这个Gemini 就拒绝了啊，然后这 ChatGPT 就给我画了。所以有的时候还要看。这个范老师能推荐几款 Switch 2上适合家庭一起玩的游戏吗？刚买了马车版啊，这个我也不怎么跟家里人一起玩这个东西，我现在 Switch 2都在那儿落灰呢，没法子，避免自己没有能力啊。这个我觉得还是要选择这个有能力的人去组建政府。对，Notebook LM 还是挺强的啊，这个确实是比较厉害。小米第一代是众筹出来的吧？也不算众筹啊，它其实最早的产品不是手机啊，最早的产品是米 UI。他们最早的时候是给各种手机去刷米 UI。看家绝活是社区运营啊，第一代米粉很多也是第一代车主，这个不一定，不一定啊，这中间有大量的这个粉转黑的。这个终于总算更了啊，这个是停了4天。停了3天吧，还是3天啊？停了3天。那你今年还打算讲罗振宇的这个？不打算讲了啊，这个都不打算讲了，因为俩都没看，实在是没空看了。这么多这个国际大佬在这儿表演的，哪有空看他们呀？人的这个精力和注意力都是有限的。花钱买了 Notebook LM，感觉没有吹的那么深啊，写文章还是 GPT 好。Notebook LM 其实最主要不是让它写文章，而是帮你去进行内容的快速理解和梳理啊，它主要干这个。我觉得写文章 Cloud 比较强啊，因为我是用 Cloud 用的很少，没有这个合适的途径啊，因为老怕封号嘛。好啊，这个下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要做，这个先去把水找出来，渴了。还有什么事儿要干呢？装药盒，对吧？礼拜天呢，本来应该装药盒，但是呢，这个因为要去上海嘛，怕这个待的时间更长，所以上周三其实，我就把药盒装了啊，就装到这周3的，啊，那么周4就去坐火车了嘛，
那么今天呢，等于把一直到周三的药吃完了，所以接着把药盒装上。卷王停更3天，世界都变了啊！预计2026年新闻王还是川普。是的，只要川大爷在这儿，他就是新闻王啊！这个我还专门录了一期会员节目，讲说2025年一定是川普是这个所有的新闻都围绕着他，对吧？这个不知道那条有没有几个会员看到了啊？这个我觉得我预言还是很准确的。礼拜4，对，4对。昨天看了一个段子，说罗胖肯定吃了4枚这个格鲁特了，什么意思？没看懂。今天收入为0怎么样啊？系统问题啊，系统问题。但是呢，肯定还是就是你停更了时间长还是会降啊，这个没什么好说的。装药盒。点赞大家啊，对，你们都点赞了没有？这个不能看着节目忘了点赞，这事儿是不行的哦。这个后边就是属于装药盒状态了啊，咱们就可以闲聊了。不是啊，老范，你的水壶不保温啊？你拿保温杯喝水干嘛？是这样的啊，水壶确实不保温，保温杯呢是你可以放一些温水进去，它可以保持比较长的时间啊。我是比较喜欢保温杯的啊，大概就是这样的。4。罗胖子，我听了一点啊，简直是逻辑陷阱。特别正经的问啊，有哪个用手机的人打败了没有手机的人啊？然后什么意思啊？底下的人频频点头，这个我就没看啊，完全没看。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这种文科生啊，就是你不要指望他有逻辑，对吧？你像我以前每年听这个罗振宇的跨年演讲，都是什么呢？都是这个，就是只听故事，逻辑我自己判断。啊，然后你说，哎呀，这个人逻辑有问题，这个他逻辑有问题就对了，对吧？这个文科生的逻辑有问题，有什么稀奇古怪的吗？没有任何稀奇古怪的呀。然后啊，斯美格鲁肽啊，斯美格鲁肽，好吧，如果这个罗振宇吃了一堆斯美格鲁肽的话，那瘦了就瘦了呗。选举年啊，这个川普表演的舞台挺好的呀，这马斯克也回归了，那就让他表演呗，这有什么不对的吗？范老师，百度在你这里基本就是死了，但凡瞄一眼都脏了自己的眼睛，也没有啊。百度呢，还是，就百度这公司，有些产品我还是挺喜欢的，比如百度网盘啊、百度地图啊、百度贴吧呀，我还是比较喜欢的啊。就是一定没有谁是完全坏人啊，也没有谁完全是好人，一定要记住这一点。然后百度最近股票还大涨了一波呢，对吧？为什么呢？因为他把那个昆仑，是叫昆仑吧，那个造芯片的公司放到港股上市去了，对吧？大家觉得百度有戏了啊，这个你也可以再接着往前走一走了。其实百度呢，就是把手下的公司都好好拆一拆，因为它既然已经这个什么了，搞得这个山头林立了，你就干脆你们就自己自立去，不就完事儿了吗？对吧？这个你要一头山头林立，一头你又不让人自立，这个事儿就会比较痛苦，对吧？然后是周4，放 N 个列镜。星期3就装药盒了啊，这个装到星期天的，那么星期天就可以接着装，对吧？咱们是这样来去安排的。因为我上次装呢就是装到星期3的，所以今天呢把所有药都吃完了，那就只能接着装了呗，吃完药就装呗，那能咋办呢？然后冰块化太快的这个保温杯我都不留啊，我这个还可以，这个保温杯的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
因为我喜欢喝茶嘛，所以就是你搁进去它会有点热乎气儿。然后啊，这个周日活动没有直播回放吗？啊，没有，就是所有线下活动都不会录制，也不会有直播回放。然后，因为我要保证这个买了票的人能够听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啊，让大家买票能够值回票价来。虽然这个票呢，对于我来说觉得好像还也不便宜了啊，但是你像这个徐凯，就是他们组织石国鹏那个节目，这些人就觉得太便宜了，说你把这个内容都贱卖了，说这个是有问题的啊，这个让自己掉价了。但我自己倒没有这种想法了，因为有人来陪着我聊天这个事儿，我本身自己也觉得很开心，对吧？别让自己亏钱就完了，就算亏呢，也可以认一些啊。然后啊，这个强迫症啊，Cloud GPT、Gemini 都订阅了，GPT 订阅的最早啊，但是现在几乎不用了。Cloud 是强大，但是限制很烦人啊。这个 Gemini 强在谷歌生态，这个你是有钱人，不是强迫症，对吧？你像我怎么就舍不得呢？我到现在就只订了 GPT，其他都没订，因为我穷啊。不提都忘了点赞了，你看这多过分！以后大家这个听直播开始之前一定要记得点赞啊！好，继续礼拜四的飞落地平。这个会表演的人和会沟通事实的人是两种人啊，这个差异相当于是演员和编剧的差异。我觉得罗永浩和罗振宇都属于是演员。站在台上的都是演员，老范现在坐在这儿，你以为老范不是演员吗？一样的呀，对吧？老范就属于是比较笨的演员，所以只能是尽可能的演相对真实的东西，但是里头也不能保证所有东西都是真的。所以不要要求说，哎呀，你看这个演员怎么样，就跟那个郭德纲讲的似的，那演个电影你知道是假的，对吧？我在这儿说于谦他爸爸是怎么样，你们就都觉得是真的，对吧？这个何必呢？会处理复杂问题的用这个 Cloud， 一般问题用 Gemini， 这个梳理项目用 LM 啊。这个我现在呢大量的问题都是Gemini 和 GPT 一起啊，然后有的时候还有豆包一起，就是多看几个就可以了。豆包比较讨厌就是太啰嗦。现在不见 AI 主播了啊！上次刘强东搞了个 AI 刘强东雷军，为什么不搞个 AI 雷军，还要自己下场？你 AI 雷军了，你以为挨骂的就不是雷军了吗？对吧？还是他挨骂呀？他这个事情没有意义啊。AI 刘强东这事本身也没有任何意义，当时他做的时候不还录了期节目来骂吗？然后。继续，我买了个实验用的加热，这个字念什么来着？和一个硼砂玻璃壶啊，用来温茶水，平时还能客串低温料理机。好吧，这个只要开心就行了，这个没有任何问题。继续，周四的。什么时候在北京组织活动啊？这个啊，前头还有啊，刘强东搞了外卖，好像也翻车了，没有啊？刘强东这种人啊，就属于是
发现不行的，他会退的。现在京东外卖也在折腾只是没有那么大声量而已。现在等于是，阿里跟美团在前头拼杀，他就在后头慢慢做呗，对吧？真正的这个进行外卖员管理啊什么这块儿，京东还是很强的啊。什么时候在北京组织活动啊？可以啊，北京最容易了，随时可以组织。等我想好下一个主题吧，对吧？这个我现在已经有半个主题了，但我再想想是在北京呢，还是上天津玩去呢？这个事儿我还没想好，因为有日子没去天津了。去天津对于我来说还是比较方便的啊。京东爆发点在汽车后市场，准备搭新能源的顺风车进欧洲了。新能源不需要它搭顺风车，现在欧洲卖的实际上都是中国的汽油车，像什么大众啊、奔驰啊，什么这些人都在往欧洲卖中国车，对吧？有牌子，他们自己的牌子卖的可欢了。因为你想，中国一年产几千万辆、4000万辆还是几千万辆汽油车，现在卖大概只能卖掉1、2千万辆，那剩下的车哪儿去啊？对吧？那欧洲市场来吧，对吧？咱们自己家的后院，咱自己霍霍，肥水不流外人田，对吧？大众啊，包括什么雪铁龙啊，那就来呗，这还有什么好说的呀？那咱们卷他肯定也是卷的他没有脾气啊。在 X 上看了傅盛和各种名人合影的 AI 视频，感觉挺有意思。我觉得挺无聊的。傅盛现在在干嘛？我都不知道。虽然他在不停的发推发这个什么，但反正看到他我基本上就跳过了，没什么兴趣。加热釜好吧，这个我是以为他念釜，但是没敢念啊，总觉得好像不太对，以为他应该会有一个别的声音呢。好，又装完一种，下一个是割花纸不对，这个东西不叫割花纸，这个东西叫卡维蒂洛。傅盛的账号不是机器人吗？应该是他自己啊，但是呢，他可能会有运营团队，但是大量的应该是他自己。反正就是让他玩耍呗，对吧？他开心就好。咦，搞错掉了，这是礼拜1的，不应该放在这儿，应该放在礼拜4。对。然后这个老范觉得罗振宇减肥成功是科技还是锻炼？不知道，这种事情没必要去觉得，对吧？人家可能吃了很多苦去锻炼呢，对吧？也有可能就是生生把自己饿瘦呢。我发现减肥最简单的方式就是饿瘦，所以你说他到底是吃药了还是做什么了？这个事儿我自己也没有研究过，然后也没什么兴趣去研究这个事儿。老领导又怎么样呢？对吧？如果我愿意一直在那儿拍他马屁的话，不就留在那儿了吗？他的账号发的东西挺无聊的啊，如果他不叫傅盛，感觉会好一点。这个不叫傅盛更没人看，
对吧？大家看的是因为，哎，这人叫傅盛啊，看一眼，他的东西确实比较无聊，比较肤浅啊，只能说。好，继续。好，还有最后一天的，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有问题可以聊啊。哎，跟大家讲讲这次在上海吃的东西吧。这个跟土拨鼠吃了一顿啊，腌笃鲜还是相当不错的。上海这个季节就应该是吃腌笃鲜的季节啊，我喜欢。有笋，有咸肉，有豆腐节儿，哎呀，那锅汤实在是太鲜了。然后晚上呢，跟我一位会员朋友一块儿去吃的一个叫 Cheesecake Factory 啊，就是叫奶油蛋糕啊，叫奶酪蛋糕的这个工厂啊。这个我在美国吃过这个店，在国内我还头一回看见啊，在那吃了一顿，然后给我们给撑的呀，我们俩一人点了两个男的嘛，一人点了一份这个主食，我点了一份炸鱼薯条，他点了一份意面。然后呢，那分量巨足。我说你们这是东北菜吗？在上海吃到了东北菜。后来人家说我们这儿都是2个人点一份主食啊，然后再点一个小菜，大家分一分就吃了。他说没有见过像你们这样2个人坐这儿，然后着实实点了2份主食的啊，这就没法说了。2、3、4，对，然后啊，范老师还是想安心做个胖子啊。我是听说有什么减肥的叫司美珍啊，那就这个啊，我告诉你，别费那劲，自己开心是最重要的啊。如果你开心了，你瘦了，那你就瘦；如果你开心了胖，那你就胖，对吧？千万不要做让自己不开心的事情。我打过几针司美格鲁肽，胃不舒服，不用了。对，司美格鲁肽打完了以后会让你的胃有那种饱胀感啊，它其实不太舒服。我原来还做过一期节目来讲司美格鲁肽的，但是我自己从来没有去尝试过。为啥线下活动的讲的内容不能放到会员节目里头呢？这个怎么说呢？就还是要注意这个传播范围，对吧？这个搞错了传播范围，就一定会翻车啊，一定是这样的。你像我呢，这个线下节目里他讲的东西呢，可能就会更小众一点啊，就这20多人听完就完了，对吧？一出门啊，大家就觉得，哎，我好像听到了点，好像又没听到，然后又没有任何的能力去举报我，对吧？这个就够了。会员节目呢，还有个200多会员呢，那万一出点什么幺蛾子，这事儿也很危险。我昨天就做了什么腌笃鲜啊，今天继续吃。哎，我觉得腌笃鲜这个东西应该只能吃一顿吧，特别是放了盐的东西，你第2次吃，第2天接着吃，不会那个什么吗？不会有那个亚硝酸盐还是什么东西吗？啊，这是卡尔加厨啊，欢迎欢迎。卡尔加厨，你在这个评论区里留的评论都实在太长了，对吧？咱们能不能言简意赅的每一次评论不超过200字啊？这个我就还愿意把你的评论贴出来。但是你如果留了一个这个好几百字、上千字的小作文呢，我连看我都实在是看得很辛苦，而且你的评论都是繁体的。而且你在美国吃腌笃鲜的话，他们有咸肉和笋这种东西吗？我觉得咸肉应该没那么好买。又撞错了位置了。
几百块钱一针啊，那我这个我就不就是司美格鲁肽嘛，反正我觉得还是能不打不打。然后这个烟毒仙感觉就是上海的东北乱炖啊，这个还真不是，它那个里头放的东西挺讲究的。我有一次，一位网友从上海过来看我，就给我带了全套的腌都鲜的食材，哎，相当棒。我是煮了好几顿。想起那年在哈工大吃的土豆丝了啊，一大盘2个人没吃完啊，这是东北菜是这样的。没点奶酪蛋糕啊，没有。像我现在，你想吃割花指，吃什么恩格列净，我再去点奶油蛋糕这事儿，不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了吗？但是呢，我特别逗啊，就是也在我们2个吃饭的旁边那桌呢，来了一对印度人啊，就是一个中年人带着一个小孩点了1份奶酪蛋糕，然后呢，这个印度的中年人呢就开始。这个叫什么呢？就开始录视频啊，不叫录视频，叫视频的连线啊，跟一位女士，一位印度女士连线，然后说的话我肯定听不懂了，然后呢，让这个小孩啊先照了蛋糕，然后让小孩把这蛋糕吃了一部分，也没吃完，然后呢，这2个人就离开了。回来我还跟我太太说呢，哎呀，我说你看看人这个印度的父子情啊，这个爸爸都不舍得吃，然后让孩子吃的过程还要给妈妈录像。啊，在上海一对印度父子啊，让我感动到了。后来我老婆说不对啊，这不是父子，这个人应该是他们的司机或者佣人。我说为什么呢？他说你看啊，如果是父子的话，剩下的蛋糕他爸爸会把它吃掉，而不会说剩下的放那放着。啊，只有是这个佣人或者是司机啊，带着这个主家的孩子出来啊，你看啊，我真的带着他来吃了蛋糕了。吃完了以后呢，剩下的他自己也不会动这个东西。我就反正说的我很困扰，我现在没想明白他到底是一对父子呢，还是一对主仆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故事。这个节食才是最好的减肥方式啊！又想吃的开心，又想瘦，又想健康是不可能的啊！我也是这么想，就是想瘦，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不吃。冬天是真的很适合吃东北菜。这个东北菜我是一般啊，现在其实肠胃已经不这么强壮了，因为在家吃了这么几年以后吧，这个你现在真给我一些什么东西，就是比较大的量的东西吃进去以后会很难受啊，难受好几天甚至。冬天就是吃火锅和乱炖，这个火锅是很香的啊，特别是北京的这种铜锅涮肉啊，那个我非常非常喜欢。错过了线下分享，又在会员频道看不到，损失太大了。啊，没事，以后有机会还是能看到的。线下呢，就是能看，有机会就看啊。这个，所以我现在在想，这个线下是不是应该涨价呢？啊，当然，反正也不指望这个事儿赚钱了。我打了1针啊，瘦了10斤，副作用太大，恶心、抑郁啊，这个就千万别费这劲。老范的太太观察很敏锐啊，我觉得他说的对，说的什么对啊？这个鲜猪肉、咸猪肉、笋、百叶结、青豆、毛豆，就是腌都鲜。要搁鲜猪肉吗？我们这儿都是搁咸猪肉、冬笋、百叶结，然后剩下2样东西是不放的啊，就是青菜跟毛豆是不放的。司美格鲁肽我打过啊，每次1毫升，打了半年，瘦了30斤左右。但是后来发现甲状腺指标提升，医生让停了啊。后来问医生是说用司美格鲁肽这种问题特别多，有很多人内分泌出了问题啊。司美格鲁肽也是一个，反正挺猛的一个东西啊，不要随便用。好啊，这个我们差不多就到这里啊，2个小时我把药盒也装完了啊，非常非常棒。感谢大家的陪伴，今天就到这里，下周3继续老范读评。很难说啊，这个很多印度人吃素不吃奶酪蛋糕啊。哦，感谢这个卡尔加厨又给我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哎，奶酪蛋糕算荤的吗？
奶酪对于他们来说算荤算素啊？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啊，这个回头得研究一下。是他家司机，不是小孩的爸爸啊，这个好吧？上海这里都会放，没有啊，我吃的就没有。今天是星期三喽，对哦，今天是星期三喽，日子过得好快哟。对的，好啊，那我们下周三继续老范读评啊，今天就到这里，感谢大家陪伴，再见，结束。